男人在远郊偏僻的荒野中，竟发现了一辆抛弃多年的面包车。起初他还不以为然，但很快他就找到了一本厚厚的记事本，上面除了附有一张全家福，还有很多关于古老传说的记录。然而在离开面包车后，竟看见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洞。他探头望去，并没有发现里面有什么异样。可就在他刚抬头看向远方，山腰上竟还有一个神秘山洞。于是他立刻前往查看情况。然而刚来到洞口，就看见一个牛仔一动不动地站着，腰间还别着一把手枪。为此他向里面呼喊了几句，却依旧没能等来对方的回应。于是带着狗子往回赶，把刚刚的经历告诉了自己的2名学生。同时为了安全起见，他打算独自前往洞穴，探寻里面可能存在的秘密。很快他再次来到洞口，并将一根绳子绑在巨石上，防止特殊情况发生。然后小心翼翼地来到山洞口，却发现牛仔依旧在那一动不动。于是他壮着胆子潜入。可就在他距离牛仔越来越近时，面前就仿佛出现了一道透明的屏障。用手轻轻触摸，感觉里外湿度完全不同。为了探寻其中的奥秘，他便大步走进了屏障中。时间很快就来到2天后，学生泰勒发现教授没有回来，赶忙找到杰西，希望他能一同和自己前往，开启寻找教授的旅程。为此，杰西向好友卡拉借来一辆吉普车。当听说要去探险，卡拉便带上了自己的妹妹维斯，还有他的同学小胖。就这样，几人组成了探险小队，前往寻找失踪2天的教授。一路上，他们用相机记录过程，很快就找到了那辆废弃的面包车。同时，他们还在车上发现了车主的几张照片，而照片上正是教授的家人。经过泰勒和杰西的分析，教授肯定是在寻找他曾经失踪的家人。此时，其他几个孩子为了留念，特意在车旁录了一段视频，也就是这段看似不起眼的录像，才真正解释了山洞里的奥秘。突然，小胖捡到一根绳子，顺着绳子的方向走去，几人便来到了一个山洞入口。他们不约而同地走进山洞，顺着绳子继续前进，发现在悬崖处就彻底断开。此时，胆小的胖子因为害怕昆虫，赶忙跑出了洞口。而剩下的几人为了一探究竟，决定前往里面进行探险，只留下小胖一个人守在外面，同时让他利用对讲联系，让大家知道他的具体情况。很快，几人绑了新的绳子向下，可刚到悬崖的半高处，泰勒和卡拉就感觉到异常，发现下方好像有一道奇怪的透明屏障。殊不知，那正是教授当时跨过的屏障。他刚进入屏障里，牛仔就慢慢动了起来，并且一切都恢复了正常速度。但还不等教授紧跟其后，洞外的光线就开始忽闪起来，仿佛有人在外面闪烁灯光。突然，洞内就传来诡异的声音，还有女人惨烈的叫声。教授赶忙跑向洞外，结果一不小心摔倒在地。等他再一次走出洞外，天上已经是漫天的繁星，可明明自己刚进去几分钟，外面就已经是另外一番景象。惊慌的他赶忙回到车旁，结果自己的车子杂草丛生。他赶紧躲进车里，试图发动汽车离开，可自己的工作正锈迹斑斑，已然不是当初的模样。随后他又看见一辆陌生的车，结果在车的后备箱发现了自己学生的背包。显然他们已经去到了洞穴里，眼看四周荒无人烟，他知道大事不妙，于是再次返回了山洞，还不断用荧光棒做出记号。当把荧光棒丢向屏障后，发现他竟悬浮在了空中，就像时间被彻底静止一样。正当他想拿走荧光棒时，他又随着方向前进，直到穿过屏障后掉了下来。此时的洞外依旧闪烁着强光，而在另一边，救援小队已经到了悬崖的下方，他们照常用摄像记录着。此时杰西叫上维斯一起前往山洞的深处继续探寻，结果刚走出不远，就听到里面传来了奇怪的声音。等他们仔细聆听，女人尖锐的惨叫声传来。泰勒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危险，赶忙让杰西先行往上，可刚爬上不久，绳子就开始奇怪的晃动，最终断开。杰西也因此摔伤脚踝，同时泰勒的手也被压断。为了防止再次受伤，泰勒赶忙拉紧另一根绳子，结果同样被人割断。于是他开始怀疑起小胖，以为是他做的什么恶作剧，不断用对讲发出警告，可根本就没有得到任何回复。当几人正讨论着如何逃生，洞内又传来异响，泰勒赶紧拿起对讲呼叫小胖，可从里面传来的却是小胖的求救声。几人感到十分诡异，同时在洞内的不远处还传来了对讲机信号。为此，几人打算前往查明真相，继续向着山洞的深处前进。他们很快来到了一处地洞口，透过洞口望去，就像是有人在玩弄手电筒一样，一闪一闪地划过头顶。此时卡拉爬上巨石，看见了一根断开的绳子，等他低头往下，竟看见令人窒息的一幕。他赶紧让泰勒带走一旁的维斯，而当泰勒两人刚走不远，就遇到受伤的杰西赶来。等他们再次回到洞口时，杰西已经趴在巨石上哭泣。此时维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却被卡拉一把推开。同时泰勒也预感不妙，他赶紧走近查看。杰西为了能一探究竟，果断让维斯举起摄像机，自己则通过屏幕观看，发现竟然是小胖的尸体。瞬间几人就炸开了锅。泰勒经过一番仔细检查，发现他的绳子也被人割断。随后他们翻看小胖的录像机，才知道他独自一人在外面找到了一本关于不老泉的书籍，上面详细记载着具体位置，并且经过了5天的等待，他一直都没等到其他伙伴的到来。最终他选择对抗恐惧，通过教授最早留下的绳子寻找伙伴。随着绳子慢慢深入洞里，外面的天空也在不断的变化。突然绳子断开，最后掉进了这个洞里。此时维斯发现
明明他们在洞里才1小时不到，小胖却已经经历了5天，难道是所有人都失去记忆？显然这完全不太可能，与其在山洞里争吵，还不如直接爬上去一看究竟。可如今在他们4人当中，只剩下卡拉还能继续攀爬，于是为了查明真相，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给了卡拉。可他刚爬出洞口，竟发现外面的世界早已变成荒漠，甚至连空气也变得稀薄。然而渴望被求救的心根本不允许他停下脚步，可他又能何去何从呢？为此他赶紧掏出呼叫器求救，却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信号。然而还不等他开始搜寻，远处的沙尘暴正在迅速靠近。无助的他抬头望去，竟看见在沙尘暴的上方停留着一艘酷似太空船的物体，这促使他不敢再继续逗留，赶忙选择返回洞穴中，准备第一时间告诉里面的同伴。可刚下到里面，伙伴们竟说他才离开2秒，几乎像没有离开过一样。可卡拉坚信自己走出了洞穴，并把自己拍到的视频递给大家。经过一番仔细的对比，泰勒猜测洞口以外的时间可能与里面的完全不同。同时洞口忽闪的光线，或许就是太阳在不断起落的痕迹，只要每闪过一次，外面就会过去一整天。而那些酷似被割断的绳子，可能就是时间长久老化的结果。随后他们又翻开小胖的录像，发现他跌落的时候并没有死去，甚至还给他们发出过求救。可看着看着，一个奇怪的身影出现，并用石头活活将他砸死。为了赶紧逃出洞穴，卡拉决定重新爬出洞口，然后再放下绳子救他们出去。但卡拉的妹妹维斯却有了新发现，她从小胖的录像中得知，光线每闪动一次，地球就已经绕着太阳转了一圈，而他们在洞穴的几小时，外面早已过去了几千年。就在大家对此惊讶不已时，洞口处掉下来一根铁棍，并向着两边伸出横杆。机智的卡拉赶紧爬了上去，可就在他往上攀爬时，一个身形高大并且全副武装的巨人走了下来。卡拉赶紧跳下铁棍，紧接着巨人也进入到了洞穴。还不等他做出反应，一个酷似野人的人冲出，并对巨人发起了攻击。而巨人快速挣脱野人后，从身后掏出一个智能铁环，直接锁住了野人的脖子。见巨人来者不善，他们赶紧拖着身子不断逃跑，竟来到了满是溶洞的地方。这里不仅有火把，还看见了之前车上照片里的人，他们正是博士的父母。虽然已经没有了脉搏迹象，但身体还有一定的温度，显然是刚刚死去不久。还不等几人反应，前面竟还有3个野人，他们正在猎杀另外一人。此时泰勒让几人赶紧躲避起来，却被其中一个野人发现，迅速对他发起了攻击。可不巧的是，泰勒竟撞在了石头上晕倒，野人赶紧对他发起猎杀。等野人全部走后，卡拉再次返回查看，发现泰勒已经倒地不起。此时巨人也来到这里，他并没有对卡拉发起攻击，而是径直走向另一边，对这里的泉水进行提取作业。可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竟突然折返了回来。他一把甩开卡拉，抓起泰勒就往泉水里放。卡拉生怕泰勒被巨人陷害，一把推开他，可巨人让他不要再干扰。很快野人也拿着火把赶来，他们向巨人发起警告，然而巨人根本不惧怕他，一拳就将其干倒。这时泰勒奇迹般的复活，卡拉惊恐地看着泰勒，随后其他野人对巨人发起挑衅，双方很快开始了搏杀。巨人的面罩竟被野人摘掉，这让巨人开始无法呼吸，但还是在关键时刻掏出了身上的智能铁环控制一人，而另外一人则对他不停攻击。眼看巨人无法反击，卡拉赶紧拿起地上的铁皮，直接交给了巨人，最终把最后一个野人也控制。泰勒赶紧将面罩还给他，可巨人看了看手臂，发现他进入洞穴的时间超时，同时在洞口处光线突然间变暗，然后又泛起了一片绿光。而此时的巨人几乎快要奄奄一息，因为在这里他不能呼吸空气。就在几人询问情况时，巨人赶忙打开了手上的投影。原来在他们未来的世界，地球已经不再适合人类居住，最终全部移民到了火星。这瞬间让几人感觉到曾经熟知的一切都成了历史。还不等几人伤心绝望，杰西看见了远处的背包，泰勒赶紧上前查看，原来是教授也来过这里。于是他捡起死去牛仔的手枪，独自朝着另外一个方向继续探寻。在这里他不仅看见了墙上的壁画，还有一个小野人，而旁边正躺着他死去的族人。等泰勒离开后，小野人赶紧用泉水唤醒这族人。此时泰勒找到了教授，他已经身患严重的创伤倒地，而更让他惊奇的是，旁边还有另一个时空陷阱，里面正是教授的妹妹。他本想前往营救，但被教授阻止，因为一旦再次进入里面，时间还会变得更加缓慢。而此时泰勒已经看到了更多景象，里面有中世纪的人在和野人搏杀，还有其他不知年代的人，原来里面就是所谓的长生不老泉。为了先拯救教授，泰勒打算先把他带走，但教授不想拖累几人逃跑，于是夺下泰勒手中的枪，让他们赶紧通过洞口离开。随后泰勒带着几人来到洞口，并打开巨人用的铁梯，不断地向着洞口的上方攀爬。可洞口已经被一团不明液体封堵，为了能够逃命，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选择，
然而，当卡拉用手伸进液体里，就被一双怪手抓住，还拼命地将他往水里面拖拽。惊恐的他不断挣扎，试图逃出怪物们的魔爪。可就在泰勒前往协助时，地下野人竟好奇地看向梯子，直接摁动按钮，就此几人失去了重心，卡拉也被拉进液体。突然，怪物给他戴上一个面罩，而他却只能与同伴们分离。眼看再无逃跑希望，水中竟突然伸出几个机械触手，将泰勒几人迅速抓住。还不等几人搞清情况，液体中冒出了一双人类大手，原来是卡拉再次浮现。他将几人飞速拽了上去，而紧随其后的是数十根机械触手深入洞穴。等小胖再一次苏醒，已经身处在飞船之中。当他回头望向玻璃，竟看见了我们美丽的地球。然而不等他感慨，博士也从水中钻了出来。随后泰勒几人走来，还询问他们去不去火星。紧接着，教授的家人也随之冒出水面。原来所有的人都被救活，并且登上了去往火星的飞船。至此，电影全部结束。